8月17号那天下午，我的微博时间线被一只手刷屏了，不是比喻，就是字面意义上的一只手。Vogue Man 8月刊封面预告释出，画面构图极其大胆，没有正脸，没有全身，甚至没有完整的肩颈线条，镜头只截取了王一博的一只右手。手指修长的舒展在暗调背景上，骨节微微隆起，形成利落的几何感。手背几条青筋沿着肌腱走向若隐若现，指尖随意点缀着 Chanel 高级珠宝的冷光。就这么一个局部特写，2小时内把井号王一博手部特写、井号和井号王一博手部青筋特写、井号双双送上热搜前排，阅读量以近乎垂直的角度往千万级飙升。我盯着那张图看了很久，试图理解为什么一只手的杀伤力可以大到这种程度。娱乐圈从来不缺好看的手，手控也从来不是新鲜概念，但王一博这双手引发的讨论烈度，显然已经越过了普通福利向内容的边界。它更像是一个被多方力量共同拆解、重新编码的文化符号，在不同群体的凝视下折射出层次丰富的意味。两套审美系统的意外叠合，粉丝圈里流传着一句堪称神来之笔的概括：脸属于娱乐圈，手属于户外圈。这句话乍听像段子，细品却一针见血地点破了核心矛盾。王一博的手同时运行着两套几乎互斥的审美逻辑，而正是这种互斥制造了巨大的张力。第一套逻辑属于时尚工业。Vogue Man 的镜头语言极其克制且老练，大面积的暗色留白把手部轮廓推到视觉中心，冷调光影精准勾勒出每一根手指的骨骼走向。Chanel 珠宝的金属光泽与皮肤温润质感之间形成微妙的冷暖对抗。这种拍法在顶级时尚刊物中并不罕见，但当载体是王一博的手时，化学反应格外剧烈。评论区里艺术品般的张力拉满，手控福音等评价密集涌现，本质上是在说，这双手完美适配了高级时装叙事对克制性感的全部想象。它不需要做任何夸张的动作，仅仅是存在本身就构成了视觉冲击。第二套逻辑则完全来自另一个世界。如果你把镜头拉近，会发现这双手上带着一种与精致感格格不入的粗粝质地。虎口处有长期摩擦形成的薄茧，指节上有浅浅的磨痕和色素沉淀，手背上凸起的青筋不是灯光打出来的装饰效果，而是长期高强度运动后血管扩张的生理证据。这是一双握过赛车方向盘在弯道承受过数倍智力的手，是一双抠过岩壁缝隙在垂直崖面上支撑过全身重量的手，是一双在练功房地板上撑过无数个八拍的手。这些经历像树木的年轮一样沉积在皮肤纹理之中，构成了另一套完全属于户外圈和运动圈的审美语言。粗犷、真实，带着汗水的咸味，当这两套系统在同一个画面上意外叠合，就形成了粉丝口中那个让人欲罢不能的反差美学。注意，这不是造型师刻意打造的风格反差，而是时间、热爱和多重职业身份共同雕刻出来的质地反差。它无法伪造，无法速成，也无法通过后期修图来模拟，所以它比任何精心设计的时尚大片都更具说服力，也更耐得住反复审视。皮肤里的成长编年史，如果你有足够的耐心去翻王一博早期的影像资料，会发现粉丝对手部的描述经历过一次非常明显的语义迁移。4-5年前，评论区的高频词汇是白白嫩嫩、纤长秀气、少年感满满，而到了2026年的今天，同一批粉丝开始用力量感、安全感男人的手能撑起一片天来重新定义这双手。这种语义变迁不是修辞上的集体跟风，而是基于真实物理变化的自然反应。一个从10几岁起就保持高强度舞蹈训练的人，手部肌肉群和骨骼的发育轨迹必然与常人不同。再加上后来正式涉足职业摩托车赛事，进行系统性攀岩训练，手掌角质层的厚度、指关节的粗粝程度、手背静脉的凸显程度都在以年为单位持续累积。有粉丝在品牌花絮中捕捉到一个极其自然的细节，王一博在拍摄间隙下意识地用拇指抠了一下虎口的茧子。这个动作没有任何表演成分，甚至可能他自己都没有意识到，但恰恰是这种无意识的真实，比任何精心设计的摆拍都更有力地证明了那些勋章并非修辞。因此，当我们说这双手有故事感时，并不是在堆砌空洞的文艺词藻，它是真的在讲述一个从青涩到成熟的物理叙事，从捧起第一座舞蹈奖杯的少年的手，到握住赛车油门在赛道上压弯的男人的手，同一双手在不同时间截面里呈现出截然不同的质地和气场。这种成长不是写在百科词条里的，而是刻在皮肤里的，每一道纹路都是可以被阅读的编年史，一场精密运转的集体共谋。当然，如果仅仅把这次热搜归结为手好看所以火了，那就严重低估了背后那套精密运转的内容生产与传播机制。从供给侧观察，这是一次教科书级别的节奏把控。
Vogue Man 封面预告率先打头阵制造悬念，奥飞秀等合作品牌的花絮物料紧随其后形成接力。工作室在同一时间窗口内精准投放多组手部特写素材，几乎做到了发一张爆一条的传播节奏。这种高密度的集中投放显然经过了周密策划，它精准命中了粉丝群体对细节美的深层审美偏好，也踩中了8月暑期档流量高峰的传播节点。粉丝夸赞工作室很懂大家爱看什么，这句看似轻松的表扬背后，是内容团队对受众心理长期研究和精准拿捏的结果。从消费侧来看，粉丝的2次创作能力才是让话题真正突破圈层壁垒的关键引擎。手部特写被迅速从原始语境中抽离，与赛车服的皮革质感、攀岩装备的磨损痕迹、舞台灯光的冷暖色调进行重新拼贴和混剪，生成大量社交媒体原生内容。更值得关注的是情感维度的深度发酵，诸如井号王一博铁了心要养梦女井号等话题的出圈，标志着公共讨论已经从单纯的审美欣赏升级为更深层次的情感投射与身份认同。手不再只是手，它变成了一个可以被想象、被赋予亲密关系、被纳入个人情感叙事的符号载体。而王一博本人长期以来照片仅自留的低调作风，则为这场狂欢注入了额外的稀缺溢价。一个极少主动曝光私生活的艺人，任何肢体局部的公开都自带事件属性。当这种天然的稀缺性遇上高密度的内容投放和粉丝的创造性解读，话题的爆发式增长几乎是水到渠成的必然结果。当一双手比一张脸更耐读。写到这里，我忽然意识到，这场关于手的集体狂欢，或许折射出了当下偶像文化中一个值得玩味的深层。转向过去，我们谈论偶像，视觉焦点几乎垄断性的集中在面孔、五官比例、表情管理、镜头表现力。面孔是身份的核心标识，也是商业价值最直观的载体。但近年来，粉丝的注意力开始明显向身体的其他部位弥散，锁骨的弧度、手腕的骨骼感、脚踝的线条，以及这一次的掌纹与青筋。这种弥散绝非审美的降级或碎片化，恰恰相反，它意味着受众对偶像的凝视正在从整体印象式消费走向微观细节式解读。一双手能承载的信息密度远超一张经过精修的面孔。它有骨骼结构，有肌肉纹理，有岁月痕迹，有职业烙印，每一道纹路都是一段可以被反复阅读和诠释的叙事。当粉丝说这双手能撑起一片天的时候，他们读到的不仅是视觉层面的力量感，更是一个年轻人在演员、歌手、赛车手、攀岩者等多重身份之间自如切换，把每一项热爱都推向极致的生命姿态。所以，王一博的手部特写之所以能在2026年夏天引爆全网，绝不仅仅是因为它好看。它当然好看，但更重要的是它好读。而在这个注意力极度稀缺、信息极度过剩的时代，一个好读的身体细节，往往比一张无可挑剔的脸更能穿透噪音，留住人心。